係咁網友，即係咧，我雖然已經離開咗呢一個香港，冇翻到去將近6年啦，但係我嘅心永遠喺香港啊！我為人民鼓與呼，香港又繼續過多啲惡法，踐踏香港人嘅自由。呢個係危害到每個人嘅私隱同埋自由嘅，呢個就係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嚇。一陣我詳細解釋俾你聽發生咩事。媽媽走咗之後，生活變得冇乜意思，日日盲目工作，肚餓就隨便塞個漢堡包，最怕返到屋企得自己一個。今晚我只係想飲碗熱湯，呢種感覺係久違嘅屋企味道。終於喺呢碗湯入面，我尋回家嘅溫暖。大廚燉湯，依家到3月底仲有超筍優惠，買3包只係88蚊，5包138蚊，本港製造，無添加，不含防腐劑，想隨時都飲到住家湯嘅味道，快啲嚟俏貓貓超市買啦！咁優質又咁抵嘅產品，梗係快啲嚟俏貓貓超市度買啦！好啦，嗱，最後7日嚇，就係88蚊3包，138蚊5包，買翻去夠你嘅屋企飲一個禮拜啦。飲到呢個湯係覺得好開心嘅，我係好開心，倒數7日嚇。好啦，我哋睇下香港發生咩事，嗰個法例嘅修訂，嗰個守則嘅修訂係點樣嘅？呢個係嚇，賦權攞電子設備嘅密碼，有權，警方有權檢取、搜索、轉移電子設備入邊嘅指明證據。即係咧，佢可以睇你啲嘢啦，搜查你啲嘢咧，搬走你啲嘢去佢個電腦嗰度，要求呢個要害，要求指明人士，即係譬如攞你嘅筆電或者你嘅手機，你要提供密碼或者解密方法，唔聽話唔俾，坐1年監，罰款10萬蚊。俾個假密碼佢，誤導資料，坐3年，罰款50萬。唔可以用乜嘢嚟到辯護呢？呢個係普通法嘅精神。你唔可以逼一個人提供一啲證據，係去指控佢自己嘅，導致入罪，或者因為有保密責任而拒絕。我個電腦度我唔俾得你喎。因為咧，我同公司有保密協議喎，唔得，一定要俾。任何保密責任，其實呢個好大鑊㗎，有好多嘢有保密責任㗎。我舉個例啦，醫生同律師就係喺普通法地方咧，任何人唔能夠打破個律師同埋個 client 之間嘅信任，即係你唔可以逼個律師去提供佢嗰個 client 嘅證據出嚟，亦都唔可以攞個醫生同個病人嘅病歷出嚟。呢啲咧完全係要保密嘅。而家呢啲保密都冇辦法，即係個醫生個律師俾你捉到，佢開個手機，咁就可以睇晒佢啲客人嗰啲嘢。限制受審人嚟講，受查人嚟講。唔遵從，如果你唔聽裁判通知書交旅行證件，即係佢叫你交，你唔交收埋咗佢啦。個意思就係呢個就係犯罪，可以罰10萬蚊及監禁1年，係咪好大鑊呢個？好啦，申請發還旅行證件，警務處長或者裁判官要相信你唔會不利國安。然後賦權裁判官可以施加必要條件，即係我要攞翻個證件，你要警務處長裁判官呢條友唔會對國安不利嘅，佢出邊唔會亂噏嘢嘅，咁先得。而且裁判官咧可以限定一啲條件，即係咧你出去唔准見人，或者你幾多耐一定要翻嚟。
凍結充公財產，因為危害國安罪判囚10年或以上者，法庭只要相信佢曾經將佢啲財產拎一毫子出嚟，用嚟資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協助干犯被定罪者所被裁定嘅危害國安罪名呢，個財產就充公。你又攞啲錢去，你有用錢走去海外，譬如話就係見呢啲嗰啲咁嘅國際嗰啲對華對策嗰啲議員咁樣買張機票，咁就可以充公你錢咯。有關定罪或判例喺新例實施前作出，亦都適用。哇！呢個犀利，追訴呢個完全違反 common law 原則。喺3月23號之前，一樣可以對付你。賦權海關喺出入境口岸充公具煽動意圖嘅物件，呢啲嘢呢，可能有煽動意圖。乜嘢叫可能有煽動意圖啊？嗰啲乜嘢嘢啊？只要佢相信有煽動意圖，你着一件黑色衫，你點解着黑色衫啊？嗰啲人示威成日着黑色衫，呢個就有煽動意圖啦。你明唔明啊？好啦，涉境外勢力交資料，呢個我未曾聽過呢種罪名，我未曾聽過。可以要求每隔一段時期指定時間交資料，包括成員個人資料、組織資產收入等。舉個例，我喺台灣有個香港會聯誼活動，佢就可以寫封信嚟，要求你交香港會嗰啲資料，包括成員嘅個人資料，你有幾多錢，有幾多收入，唔可以話俾人聽。你俾咗啲資料，即係有100個人 join 咗我哋香港會，佢打嚟問，我唔可以話俾你聽，我啲資料俾咗國安處。如果唔交資料咧，又坐6個月至1年；俾啲假資料咧，罰10萬，坐2年，增加到50萬，坐3年，係對境外勢力。好啦，移除信息。任何人曾經喺電子平台發布危害國安信息，呢個係佢講嘅啫。警務處長可以喺保安局長批准下，要求發布者、平台服務商 YouTube、主機服務商 ISP、網絡服務商刪咗你嗰段嘢。警務處長合理地相信某人或者個組織係境外嘅政治性組織，你有政治性，或者係境外勢力嘅代理人，境外勢力喺香港嘅代理人，而發出要求係防止及偵察危害國安罪所需，就要呢個人或者呢個組織提交資料。可以規定每一段隔定一段時間提交組織嘅職員、成員個人資料、在港活動、在港資產收入等等。唔係交一次算，每3個月交一次，半年交一次 ，update 1個月交一次。海關喺指明嘅地方喺執行職能嘅時候，呢個都喺海關或者唔係海關執法嘅地方，合理懷疑你有煽動意圖，不論呢個人係咪因為物品就危害國安罪行而被捕，即係佢拉唔到你嘅呢樣嘢，證明唔到危害國安。有個獅子山客喺度，我覺得你想用獅子山煽動人喎，你老母啊咁，但係冇辦法，因為有個獅子山喺度拉你嘅。嗰個人唔係因為啲物品危害國安，但係我就可以話你呢個有煽動意圖，就可以攞嚟嘅。擁有人咧60日啦，可以書面陳述，話俾你聽，我想攞翻，冇申述咧就充公。申述之後呢，海關處長可以向裁判官申請充公，即係有個上訴渠道，但係咧就去到裁判官嗰度，不論係咪有人申述，唔理有冇人申述。如果海關關長認為物品係易毀燒嘅性質呢，唔理你毀滅咗先算，冇得攞翻。心理同法律呢兩個搞殺呢，
係摧毀咗我哋所謂嘅緘默權。因為咧呢個係 common law 嘅一個重大關鍵，就係咧我有權唔出聲。喺美國咧呢個就係 The Fifth Amendment， 拒絕提供妨礙執法。喂，我遺忘咗個密碼，咩叫遺忘密碼？你唔提供，或者我記錯咗咧，就監禁3年。權力極大化，誠實義務陷阱，唔提供密碼罰1年，提供不實密碼記錯咗罰3年。我成日都記錯，呢個極其嚴苛嘅 duty of candor， 忠實忠誠，呢個非常嚴苛嘅咁樣嘅要求係博弈論心理摧毀。執法者透過巨大嘅刑期落差1年3年，於是咧你就唔敢講個假嘅，就自己提供俾佢，而咧你就自己證明自己嘅罪啦。國際上嚟講，就係呢個沉默權嘅消失。喺普通法地區，拒絕配合同積極偽造證據係有分別嘅。即係咧，我唔配合你，同埋我講啲有心整啲假嘢俾你聽，偽造啲證據係有分別。喺呢度冇分別。寫入細則就由行政機關直接裁量，實際上就冇得保持沉默。嗱，呢個係非常嚴重嘅嘢嚟啦，冇得保持沉默係一定要你講嚇，你係一定要講。遺忘密碼同埋故意不交，難以驗證，於是遺忘密碼可以坐監。警方命令就係授權，行政權吞噬咗司法權，所有以前全世界有呢啲嘢嘅嘢都要手令 warrant， 要法庭睇過，係有3個原理嘅。你有合理嘅懷疑，你攞呢個手令係去睇啲乜嘢嘢，同邊個罪名有關，而家完全唔使。合理懷疑由執法者自行定義，你係要去 present 俾個裁判官，你點解一定需要？其實3個，一個叫必須，合比例嘅，呢間嘢夠嚴重，指明嘅罪行係因為調查邊單嘢，同埋只能夠睇呢單嘢，冇晒。核心機制嘅轉變，司法緩衝區徹底消失，司法機構由事前守門員變咗事後記錄者。點解呢？做完之後先至去登記。傳統法治執法機構想咁做，全部要揾法庭嘅 warrant， 事前審核，你要解釋俾個法官聽，同埋做啲乜嘢記錄低，於係審查。而家咧就警方直接授權，搜查完登記翻就得啦。呢個就係本來法庭手令咧係精確打擊，我淨係準你搜呢啲嘢。法庭嚴格限制搜查範圍，無關人呢個無關嘅隱私咧係絕對保護嘅，你唔准睇嘅，而且有效防止警方進行釣魚式嘅搜查。即係點呢？咩叫釣魚式搜查？我話你隨地吐痰，然後搜你所有嘢，希望揾到一啲你唔妥嘅嘢嚟告你，咁呢個就叫釣魚式。我話你係搜你啲嘢，然後利用搜你啲嘢，發現你啲行為唔妥當嘅嘢，繼續調查落去同埋告你。法庭手令係唔準咁嘅，由精準打擊變咗全盤掃描，乜都睇晒。交出密碼係交出整個人身數據嘅安全存取權，警方隨意睇你。嗱，我可以話俾你聽喎，不但只可以睇到一啲，喂，你平時有冇裝阿婆沖涼先，裝細路女沖涼，可以發現呢啲咁嘅嘢，又可以發現你同人通姦啦，你又去影你自己去影裸照啦，可以睇到你影裸照啦。呢啲嘢差佬可以要嚟勒索你喎，要嚟恐嚇你喎。
你整個人生喺佢面前變咗係裸體嘅。呢個係企業風險法律可預測性歸零，跨國企業面臨警察意志嘅法律環境冇程序保護，所以唔敢攞任何嘢嚟香港。你諗下，嗰個職員攞個 desktop 攞個 laptop 嚟香港，警方要佢攞咗個密碼出嚟睇晒你公司啲秘密，證據有效性，國安框架下邊程序瑕疵已經豁免晒，即係點呢？呢個你個程序係錯誤，就唔可以告人嘅。呢一個呢就係呢個法律嘅精神嚟嘅。你行錯咗條路，唔係由合法途徑攞到個證據，唔可以嚟告人。因此雖然嗰個嘢有罪，都會被判無罪。而家呢，豁免晒啦，喺乜嘢情況下攞到個證據都可以告你。海關權力擴張到查禁煽動意圖，係將邊境變成思想過濾網，可以搜查你嘅思想。雜誌、貼紙、手機載圖，只要佢認為有煽動意圖就可以扣查。譬如有支鐳射筆咁樣，咁又可以懷疑你喎，用支鐳射筆係咪想射上牆度整啲煽動字句出嚟？乜嘢嘢佢只要懷疑有煽動意圖，佢就可以沒收佢哋嘅，冇呢個客觀性。用主觀意圖為扣押標準，法律嘅客觀性同可預測性，乜嘢得乜嘢唔得，完全蕩然無存。以前係啲嘢唔問得嘅嘢，我知係乜嘢嚟噶嘛，軍火啊、毒品啊之類啲嘢啦。而家唔係諷刺式嘅刺圖，講特區政府啲官好無能，雜誌貼紙有煽動意圖，而你冇罪喎，佢唔可以用佢告你唔入嘅嘢。但係佢吹你唔着嗰樣嘢，你上法庭你證實唔到呢個係煽動，但係有呢樣嘢，佢覺得你可能攞嚟做煽動，就審查咗你。英國、澳洲嘅形式要法庭簽發命令，香港國安形式行政授權，移防禦方嘅緩衝帶，縮短咗執法時間嘅反應時間。呢個我解釋俾你點解。以前呢，做呢啲咁嘢呢，佢向呢一個要捉咗你都好啦，或者佢拎你去翻去都好啦，佢要睇你啲嘢呢，佢要向法庭申請手令，即係可以命令到你。咁你就有時間有心理準備去諗，同埋你可以請律師喎。而家呢個緩衝時間冇晒。英國呢個對標，即係要攞你啲手機嘅密碼呢。英國一定要係喺反恐嗰度準用嘅啫，英國係，其他唔準嘅，係反恐可以用。反恐咧，大家覺得太過危急，就係 override 咗一部分人權嘅，其他咧喺人權法咧係唔可以咁做，一定要法官事前審批，有比例原則，即係咧嗰個嚴重性係咪到呢個程度，你係咪有幾大嫌疑？嚴格嘅司法覆核，你唔服咧可以司法覆核。嗰個適用範圍咧係限制，只係種可以 cover 某種罪行嘅啫。美國就點呢？即係一種情況準問你攞，就係邊境例外原則。喺美國國外咧，你係受第五修正案保護嘅，你唔可以唔提供嘅。喺個國境線嗰度，因為點解呢？佢可以問你攞咧，因為你入境你唔係美國公民。入境咧唔係應份俾你入嘅，嗰個係個交換條件，你唔提供我就唔俾你入境，呢個就係美國做嘅嘢。喺國內咧完全唔得嘅，香港只要警員合理懷疑，行政授權，境內全面適用，全盤掃描，審批維度呢個係呢個英國一定要法庭命令啦，要向第三方證明冇其他方法係必要嘅，係事前嘅防火牆。香港咧助理處長隨時攞到啦，自己判斷形勢緊急，行政授權呢個就係好啦。有人話美國海關夠問你攞啦，
一個係將你推出去，一個將你關起上嚟。美國海關嘅行政邏輯，你拒絕配合，我就唔俾你入境。結果可以做到嘅嘢咧，就拒絕入境、吊銷個簽證、即時遣返。但係受第5修正案保護，冇辦法強制你自證其罪，而且唔可以驅逐本國嘅公民。香港國安法嘅刑事邏輯，拒絕配合就係刑事，就係刑事，最高可以坐3年監、50萬罰款，係適用於所有人，徹底剝奪呢個沉默權同拒絕權。底層邏輯，西方嘅模式係契約，國家嘅權力同公民權力，究竟邊樣嘢重要？大家有個 agreement， 呢個 social contract 係由法院去判定、去平衡。香港嘅國安模式咧，冇咗司法制衡，政府認為係就係，就冇咗程序正義。企業合規同個人防禦嘅殘酷現實，冇辦法可以預測，因為冇一個標準作業程序，係由警察嘅主觀意志，就係現場嘅法律。以前咧可以根據證據瑕疵豁免，傳統法中冇搜查令，搜咗唔告得佢，而家咧被豁免咗啦，冇得作為辯護。合規時間壓縮，佢嚟到嗰陣時，佢本來要問法官搜窩輪，冇，即時要作出反應，冇得緩衝，佢已經開始搜查。嗱，企業冇辦法要求見窩輪或者律師介入，冇辦法用瑕疵嚟到辯護，於是啲跨國企業就好驚啦，尤其是跨國企業呢。佢話明唔可以用保密協議嚟到防衛，保密協議、商業機密、客戶隱私權都唔可以拒絕提供數據。於是佢哋嗰啲商業秘密、客戶數據完全保護唔到。個人自覺透明時代嘅生存困境，隨身設備係定時炸彈，你嘅手機同筆電唔係受保護嘅私人財產。隨時可以叫你強制解開，然後翻閱成為你嘅定罪工具。曾默權嘅死亡，面對盤問，你唔可以保持沉默，因為不配合就判1年，虛假陳述3年，你係證明自己有罪。當一張諷刺截圖或通訊軟體貼紙都成為煽動意圖呢，法律嘅保護已經徹底消失，只有權力者嘅意志操控一切。呢個唔係單純嘅法律技術升級，係法律底層邏輯徹底重寫。我哋所面對嘅唔再係需要外部證實嘅合理懷疑，只係不容置疑嘅主觀嘅絕對意志，覺得你係就係。當警察嘅命令等同法律義務呢，法治嘅安全性已經徹底瓦解，好嘛？呢個就係我係希望大家明白呢個嚴重性。當然啦，我講嚟冇用，但係大家知道個嚴重性。譬如你返香港你唔好帶手機，呢個真係唔好帶一個舊嘅手機。城市嘅壓迫正喺度透支你肌膚嘅生命記憶，墜入深海，啟動原始修復奇蹟，重構屏障，由內覺醒極致水光 Coaches 海洋修復系列，全線俏貓貓超市都有發售。好，嗱，呢一個 PDRN 三文魚 PDRN 呢一個係修復再生嘅心形嘅呢個衛生棉，呢個係爽膚棉，同埋加埋呢個精華液，168蚊，150蚊，加埋成套嘢188蚊。呢個韓國嘅名牌 ，OK， 大家多多支持。年度盤點清貨王牌產品有啲乜嘢呢？亞精胺賣188蚊，冚唪新低價。呢隻 Form Bio 嘅父母 Q10 88蚊，美體素呢個減肥嘅88蚊，14包嗰啲人食咗2個禮拜就瘦咗噶咯。呢個
全效護眼素88蚊，全部超低價。呢個 Pond Bio 嘅微膠原蛋白148蚊，冚唪唥未買過咁平嘅。心血樂管理嘅血管唔好發炎88蚊。呢個乳香關節軟骨素呢一個呢係60粒嘅，食2個月啊，食2個月。而且乳香係一樣好名貴嘅嘢，一定要保住啲骨啊！如果唔係啲骨咧好容易磨損嘅。188蚊，平到不得了。雙重免疫益生菌呢個益生菌呢一個係30包食1個月88蚊，全部呢啲係王牌產品，好多 Pond Bio 嘅係超特價呢個就。